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因为昨天我特别忙，忙着我母亲的事，所以呢没时间做节目。我知道你们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呢，我也想做，因为我不做的话，我就少了一份收入，这就是我的目前的处境，没办法。其实我也特别想，昨天一天我都在忙着我母亲的事情，因为我想帮我母亲呢找一位住家保姆，就是说一天24小时都能够陪伴护理我母亲的。目前这样的人可以找得到，其实就是说有钱肯定什么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昨天我一天呢都在跟各位有意的那个保姆联系，所以呢就没时间了。我们现在这样敲定，就是过2、3天有一位我认为呢比较合适的一位女士要到我们家来，跟我还有跟我母亲面谈一次。据她说啊，她自己原来照顾了她瘫痪的母亲4年，她母亲过世之后呢，就去了深圳做月嫂，也做了10年。所以这样的人，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如他所说的话，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人选。我跟大家说说吧，就是我们广西桂林的农村下面啊，现在请月嫂大概是多少钱？因为我之前打听了一下，大概市场的行情啊，目前在我们老家这里大概是住家的是4000块到4500块，就4000块左右吧，可以这样说。有的人说3000，有人说4000多，我认为可能就4000左右。但是呢，我的心理价位，我觉得还是多付一点给这个月嫂好一点，因为她毕竟呢有很多的经验。到时看看情况，我可能付4500到5000，见面我再跟她说。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对她好一点，相对来说，可能她对我母亲也会更好一些。因为很多东西你用钱也买不到，对不对？所以不要在乎那几百块钱一个月。好了，就是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这2天在忙着什么。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说还是关于中国、德国电动汽车的发展。因为这个季度刚过去了，中国这边第一季度的销量统计数字也出来了，所以呢，德国媒体对此也做了报道。比如说昨天，德国一家类似于美国 CNN 的德国新闻门户网站叫 NTV 报道了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情况。结果，比亚迪超过大众，成为本季度在中国售出最多汽车的厂商。而且，比亚迪全是电动汽车。德国业内人士承认，中国的汽车部分比西方的好。大家注意，他特别强调是部分超过了德国。是他不情愿承认德国落后了，还是中国的电动车确实还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看看 NTV 的报道。比亚迪在中国超过了大众汽车，中国的汽车部分比西方的好。这是该采访录的简单介绍。大众汽车品牌在中国不再是冠军，中国的竞争对手比亚迪现在在中国销售的新车比大众还要多，而且是电动车。在接受德国新闻电视 NTV.de 采访时，行业专家 Stefan Bratzo 以下用主任来代替，解释了德国汽车制造商如何能再次追赶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他是德国某应用科技大学汽车管理中心的主任。好，接下来呢是德国新闻电视网络版 NTV.de 对这位汽车中心主任的采访。在这里说明一下，黑体字的部分是 NTV.de 的提问，然后其他部分当然是这个主任的回答了。NTV.de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第一季度在中国的汽车销量超过了之前的市场领导者大众汽车，这个位于沃尔斯夫堡的核心品牌，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被超越。为什么中国客户现在喜欢购买中国国产品牌的汽车呢？然后是 Stefan Bratzo 的回答。多年来，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和互联方面越来越好。中国汽车与西方汽车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有些甚至更好。在某些时候，这也会反映在销售数字上。中国是全球电动车的主导市场，与整个市场相比，中国电动车的增长强劲。除了比亚迪，还有几家创新的中国制造商在互相取经、互相推动，达到顶峰。他们是吉利、吉星、上汽和小鹏。NTV.de 问：是什么让比亚迪如此成功？然后这个主任回答：比亚迪提供了许多电动车型，在续航能力和能耗等关键点上都非常强，还因为比亚迪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价值链。
从刀片电池生产到汽车制造，在电动汽车领域，你必须控制关键的价值链维度，以实现创新。多年来，刀片电池一直是比亚迪的一个创新领域。德国汽车制造商只是在最近才开始深入研究这个话题。NTV.de 问：德国制造商也落后了，因为他们的产品组合中没有任何具有长续航能力的混合动力车吗？这位主任回答：中国的一些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有很高的续航能力，这也是由于充电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并不总是一流的。德国执事在这里点评下，这就是典型的德国式傲慢。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办事的速度。像我们这里广西边远农村也有一些充电桩了，这点比德国好太多了。德国即使是大城市，充电桩也寥寥无几，更别说农村地区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然而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高续航能力的混合动力车不会占上风，因为它们非常复杂，因此整体成本非常高。此外，混合动力汽车还必须满足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在2013年第一季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所有新上牌的电动汽车中占比 28%， 超过 70% 的汽车是纯电动汽车，因此混合动力车不是主要话题。然后 NTV.de 问：是纯电动汽车吗？这位主任回答：正是如此，中国人在纯电池电动车领域特别强大，并提供很多高中低端的车型，不仅仅是非常小的车型。大众公司根本就不生产小型车。中国的车型范围现在如此广泛，因为中国制造商多年来一直非常专注于电池电动车，自然得益于政府的大力补贴。这一点现在反映在电动车的高上牌量上。NTV.de 问：这对大众汽车意味着什么？来自下萨克森州的大众汽车公司中的新车中，几乎有 40% 是在中国销售的，因此它非常依赖这个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位主任回答：大众公司绝对必须迅速扩大其电动产品系列，其次成本也必须同时降下来，因为特斯拉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并将继续提高其性价比。大众汽车也必须覆盖这一点。这种组合当然是双重挑战，既要创新，开发具有高续航能力和快速充电选项的新产品，同时又要降低成本。因此我们认为该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整合阶段，在未来2-3年内，并非所有制造商都能跟上。开始时利润率会有所下降，所以生产也必须变得更便宜。NTV.de 问：德国汽车制造商能否再次追上中国竞争对手？这位主任回答：中国人在未来将继续在汽车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人就没有机会了。电动车在宝马和奔驰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但德国制造商仍然要给领导层施加更多压力。NTV.de 问：除了更多的创新款式和更便宜的价格，德国厂家还必须创造什么？这位主任回答：流程也必须变得更加创新，例如在电池中使用更便宜的材料，但这也包括新的商业模式、电动汽车的生态系统、充电基础设施、双向充电等等。例如，如果我把我的电池容量的一部分输出给别人，未来大众汽车可以用这个赚钱，大众汽车公司也将从中赚到钱。德国厂家需要迅速发展这种商业模式。NTV.de 问：德国自民党在欧盟层面推动了电子燃料的可能性，这有多大帮助？该主任说：任何偏离这些创新的行为都会让其他人赢得游戏。我们必须投入到未来的问题中去，而不是迷失在次要的战争中，否则不仅是大众汽车品牌，而且大众汽车集团也将很快被超越。NTV.de 问道：哪家德国制造商最有可能开到电动车的顶端？然后该主任回答道：我不太担心高端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也就是奔驰、宝马及奥迪，因为对这些品牌来说成本并不那么重要，他们在互联方面也不差。然而除了特斯拉之外，在电动车领域，高端制造商也有来自中国的新竞争对手，如蔚来汽车。就新的电动车上排量而言，德国制造商在高端领域也远远落后。NTV.de 问道：那么在中国，大众汽车能否在中型及紧凑型的电动车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位主任回答，他们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在中型车和紧凑型车领域，否则他们将在某个时候做一个以量取胜的制造商从市场消失。大众汽车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好的员工被派往中国。前集团总裁赫伯特·迪斯制定了很多正确的目标，但实施起来却有点被忽视了。这一点现在也悬在中国这个核心市场上，但美国市场也很重要。大众汽车绝对要在那里变得更强大。随着我们目前在中国所经历的全球政治动荡，存在着巨大的脆弱性风险。大众汽车40%的新车在中国销售，因此必须更独立的定位。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离开中国，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便在情况变得更糟糕时保持灵活。NTV.de 问道：你认为大众刚刚推出的新 ID.7 怎么样？该主任回答：它有一些不错的功能，700公里的续航能力也很好，我觉得机会很不错。大众也可以通过这款车获得全球的市场份额。现在要看价格了，如果一辆好车太贵，反正不是所有人都会买，客户会将 ID.7 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看看他们的钱能得到什么。好了，朋友们，该采访到此结束。大家觉得这位德国某高校的汽车管理中心主任对德国电动车的看法如何呢？对于电动车这个话题，德国汽车专业门户网站 myauto.de 最近也在关注中国电动车市场。创新和利基，现在创新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所谓的中央帝国及中国，这事实也可以在汽车行业中看到。制造商蔚来汽车正计划在德国的道路上引入更换电池概念，通过这种方式将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化解续航问题。为此，蔚来汽车已经在2021年与石油公司壳牌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此外，蔚来汽车公司在2022年秋季推出了固态电池 ET7， 据称可增加30%的续航能力。此外，中国的汽车品牌正在寻找欧洲制造商不涉足的利基市场。当奔驰、宝马和奥迪由于缺乏盈利能力而告别小型汽车业务时，像50这样的汽车制造商正专注于这一利基市场，并推出了像 Mini EV 这样的车辆。这款电动微型车让人联想到轻便摩托车，但可以乘坐4人。根据 NEDC 标准，续航里程可达到300公里。中国品牌在分销方面也在走自己的路。名爵 Rover 和 Maxus 使用传统的经销商网络，而爱驰品牌的电动车将通过电子连锁店 Euronics 销售，由 ATU 提供服务。蔚来和比亚迪将在现代化的展厅等地方展示其车型。领克等公司除了传统的车辆销售外，还依靠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订购汽车。Car Coach 汽车咨询公司的真心话，来自中国的汽车到底有多好？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放松地坐下来，声称每辆车和每个制造商都是不同的。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最新推出的中国品牌的汽车，就会发现某种趋势。首先，这包括安全标准似乎很有希望。欧洲碰撞测试公司 Euro NCAP 的安全测试表明，长城欧拉、魏派和领克等品牌的车型都获得了5星级的最高评级。名爵 Marvel R 获得5星中的4星。就各种电动汽车的配置、工艺和操作性以及续航而言，也可以看出趋势。基于此，续航都相当不错，几乎不需要担心什么，车辆内部空间也没有问题。但在许多车型中，给乘客和行李的空间足够大，这点甚至令人惊讶。然而，在工艺和操作性方面，你得降低你的期望值。几乎没有任何中国车辆可以与欧洲品牌甚至德国制造商的工艺和材料选择相媲美，这主要是由于价格被压得很低，而高质量的材料及完美的工艺却很昂贵。谈到操作性，中国车辆也往往有同样的弱点，菜单往往非常复杂，几乎没有逻辑性，有时甚至难以理解。在某些情况下，德语翻译令人困惑。好了，朋友们，这2篇关于中国、德国电动车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报道就到这里。老牌汽车国家德国的专业人士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电动车已经超越德国。为什么说不情愿呢？
为什么说不情愿承认？由德国这个新闻门户网站 ntv.de 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中国制造的汽车部分比西方的好。可惜这两个德国网站都没有评论功能。但是我想啊，这里肯定有行业内的网友，你们也可以发表一下对中国、德国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发展，比如说趋势啊，或是现状的看法吗？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下期见。